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先打坐，再打鼓，再打拳。打坐是一个核心，是它是一个反观跟了解自己的过程。我看不行了，好痛哦！正常啊，老师，这是正常的，对，这很正常。白药水跟酸辣水一样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小心，小心！可以吗？用核心盯住。淡水的职工们，你看我都把这个举起来。好，你看我这个存的，我的报纸我这是都当义工，帮他清干净，然后回报给你。是。说到台北，很多人既熟悉又陌生，因为这里虽然不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家乡，却是一辈子赖以为生的地方。然而，不管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对于这块土地都有着不同的情感连结。从最繁华的城市到最僻静的山林，这里总会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更值得我们好好的保护这片美丽的土地。三条鱼是爬山非常强，除了爬山之外呢，它其实下水也很强。它应该是所有大自然里面什么都会的女神。到了哦。到了，对你现在眼前看见的所有岩壁都可以爬，都有不同难度跟路线。哦，你说这个是最简单的吗？对。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不会啦。跟你介绍一下，大炮岩其实从台湾发展登山以来啊，就这个地方被发现之后，它就一直是我们的前辈们训练登山攀岩的地方。哦，前辈。这个它是历史非常早的。对。然后以前它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大炮？这个岩壁。你有没有觉得它长得不一样？上面那块有没有？哪一个？哦，它以前这里，你们可以拿那个旧照片去看，它这边是凸起来的一个炮管。那座山叫做中正山，当初就是因为蒋中正他不爽这个大炮对着他，怎么可以有大炮对着我呢？所以他就把它炸了。气势磅礴的大炮岩，从空中鸟看，真的就像一座大型炮台。藏身在北投山区，很难想象这是一块沉在海底的石头，因为地壳抬升而出现。其实以体验的人来说，对，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啦。没有岩鞋其实也是可以体验，只有岩鞋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摩擦力会稍微大一点。对，因为岩鞋它最重要就是这个橡胶的底，对于摩擦力来说是非常大的。对，然后你穿上会有种像穿芭蕾舞鞋的感觉，就是你的脚趾会被拱起来，就是像有点裹小脚的 feel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是正常的，正常嘛哈。因为岩鞋它的功能其实就是它要让你的脚趾头集中在一起，它会拱起来，让你的施力点集中在一个点上。哦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攀岩的时候，我们踩岩点不是用侧边踩，不是用中间踩，我们是用前面这个地方脚尖的前端这个地方去踩。你踩下去之后，然后这边突然松掉。松掉没关系，后面有绳子拉着你。哦好，再给一些钱，再给一些。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但是想要安全成功征服大炮岩，一定要听从专业攀岩向导的指导，千万别以为自己天生神力，以免发生意外哦。很多人问我说，他撑不撑得住我的体重这么细？这条绳子大约是2200公斤啦。对啊，2200公斤。如果你今天体重可能再稍微多几个零，我就要担心了啦。OK。这条路很简单，就前面跟楼梯一样爬上去。那稍微有点小挑战的是这个烟囱的这个地方，你大家看它，因为其实那岩壁是有点滑，里面是有点滑，要撑是相对的力量要撑。那你可以试试看用背去靠。大家 OK 吗？可以。
不错哦，它是用手跟脚相对的这个方向去用力。这个动作有时候没有这运动的人不见得做得出来。非常好，到顶了，哇，好快，好快哦！耶，到了。是不是？常听人家说攀岩需要的不只是体力耐力，更是全身的柔软度、协调性，还有心理层面上勇于挑战、冒险、进取的信心。虽然这烟囱路线只是1颗星的等级，也让我对征服大炮岩充满了信心。其实我这样看上去啊，它的表面啊，就很像被菜瓜布已经刷过一样，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抓的点，但是就是尽全力开始攀岩。请攀登，请攀登。哇哩嘞！哇，真的很难耶。好，那我先去。对，这边可以顶，这边可以顶。你的眼角这边，来，这个地方踩上来，再上，好，这里。哦，有一个。对。只要用右脚就这样站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，很好。加油！可以吗？用核心盯住，跟右脚赶快找地方踩。很好，哇，这协调性厉害。抓到了，哎，这个一次就上去了。等一下啊，有点滑。可以，不要害怕。完全可以的。我觉得摄影师都在幸灾乐祸。我在鼓励你。先休息一下，这边很好爬，左脚又很好踩。好，现在可以手放开脚上。现在感觉手臂很酸，脚不酸，但可能用太多手臂的力量，但有找到一些施力的地方。三条鱼教练，虽然很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，但直接跳级3颗星，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根本就像婴儿才刚学爬就要学会跑。虽然可以卡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但一想到还有一大半的路程要爬，真的会让人想要放弃啊！小心哦！先找到了，走。才好哦，风景好好哦，我可以到这边就好了。来，快了，快到地了，停一下。超过一半了。加油！小心！啊！哟，第4成功！我怎么感觉往上现在有巨高菜？哦，学大炮大炮岩登顶成功！哇！世界第一！ Yes， 还好没有漏气。虽然中间有一度体力不支，休息了好几次，但最后还是靠着自己摸索的路线成功登顶。而这样的成就感，更是要亲自挑战过才可以体会到。不过听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小刚哥说，除了近100年的历史天然岩场，台北更有100年语法，至今仍在流传。今天来这个，让我非常的，也不能讲惊喜，但是
应该说意想不到。我们有时候会经过，但是不会想到那边去。对，这个地方寸土寸金，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行业？因为一般来淡水河来基隆河就是坐游艇嘛，有划水啊，有其他的休闲活动啊，有不然做一些渡轮，吃海鲜，去观光啦。怎么会在台北有渔船？大概怎么称呼？新哥，你是来基钓的吗？对，没有啊，你没有要出船捕文蛤。你真的是这边的渔民，还是你是斜杠来这边玩？没有啊，但是这边渔民啊，从华东到现在我们都有在做这个，都是在这边。现在在这里台北啦，我们讲台北的做这个渔民的还是很少了啦，因为台北我贵商一的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好你去体验看嘛，打工少年在拢白做啊，这辛苦的工课。无啦，这少年白做，你让他逮到啦，这中南部很多都不能做啊，这学校啦，少年在拢去的，安建霞啦，会做这点咩给你知？是不是？我真的没有唬烂大家，只是淡水河有野生文蛤就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。据说捕捉的方法还是最环保的100年渔法，这真的会跌破大家的眼睛呢。对呀。哦，这个耙子哦，这个耙子很长，这耙子太长了吧？不会啊，伊个水有点5米、7、8米，你不搞啊？好，小心哦，你看，它这有多尖。然后这个竹子一定要用那个贵德啦，因为贵德啦它比较韧性比较好。如果用热德啦、绿竹笋，对，看嫩会长去。然后这是带流板，天竹竿，天竹竿哦，天竹竿它会有一种沙沙沙的声音，有刮痧的声音啊，好有趣哦。有没有看到大哥的？好大！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因为这是一个足环保的渔法，因为咱去到咱搞渔场的时候，咱都无要用引擎啊，引擎就关掉啊，然后靠这10吨油顶档，这就跟它降落伞运输赶快啦，底下都在水里面，然后上面有一个浮标嘛，然后这个地方浮在水面上。哇，你这用康那有差用？对啊，你要降落伞有动 feel 就行。对啊，因为你无乌康太密的话，它阻力又太大，因为这款渔法你。速度伤紧，抓袂到；伤慢，袂行嘛抓袂到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是你后来改良的？有，工具改良呀，但是捕抓的方式是一模一样。然后我们用科学渔法是用船啊落拖。对，不是赶快的。海水伊的产量，伊的渔获量就大，但是伊的蛤蟆不爱吐沙，伊惊到。哦，会哦。伊就害羞，惊到伊不爱吐沙啊！但是我问你，还有这样子的？蛤蟆无吐沙，内底沙你要吃无？我嘛袂使食，无好食。对，你就说啊，所以伊就足够怪，就叫你讲爱用传统渔法，伊都要吐沙。大哥，我真的有听没有懂呐？船又不能动太快，又不能动太慢，潮汐时间更要掌握的恰到好处。算了，这待会再跟大哥问个明白。倒是第一次开船行驶在淡水河上，这画面也太美了吧，完全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台北。文蛤的话，它就是淡水跟咸水的交界口，它最多可以到河口。可是那边目前的话，因为它有季节性的食物，因为它都吃浮游生物，所以现在目前的话，浮游生物都比较里面，所以它就跑比较里面。所以我们都会依那个季节去看它的移动，然后去找它。它最怕的天敌就是上游放泥沙水下来。台风大下大雨下来的话，整个上游的水，因为它是属于咸水的贝类嘛。对。你只要下面的淡水下来的话，它就躲下去，就躲很深。因为我们的耙子顶多只是深度有20几公分，它可以躲到差不多1公尺。是。然后你前面看到是关渡大桥，1983年开始建造。跟我同年呢。1983。跟着同学。然后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做3个拱形吗？为什么？它代表是彩虹。像你现在看的这个水有没有？对。它比较黄一些。对。它就是上游有下雨。所以下来就是这个水。等一下我们差不多，我们到渔场那时候就是比较满潮的话，它的水就清的。它比较喜欢咸的水，它淡的水它不喜欢。
它就上来这样。对，它比较愿意跑出来，对，扒外面然后我们抓的量就会比较多。好。如果大哥不说，连我都不相信，全台最早的文蛤基地竟然就位于我们所在的淡水河河口。早期这里更有下爬文蛤、东捞慢苗的说法，可见当时盛产文蛤的光景啊！这边一点都不像我一直觉得抓科的地方。刚才看到捷运，小汉哥也傻眼。第一次从这个，因为我说的嘛，因为它目前所有生物都在比较里面，所以它就跑比较里面。对，我们到定点了，我们先下那个耙子。这样下哦。所以大哥，你等一下是会下去以后放着？没有，你看这样看，好，一只，然后它还是流速很快，我们还要继续下。但你看这边水真的清澈很多哎，你还可以看得到。等一下更清楚。哦，你看它会慢慢动。大哥你在抓那个空间吗？对，你要平均，它踩两只才不会摇在一起。带流板的，带流板，这样带。哦，这样子有点像放风筝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因为水现在是这样往对，所以它这样立起来会有一个阻力，所以它就可以。好聪明哦，像风筝一样。这是以前老辈的智慧啊，放下去它已经稍微有点速度，对，我们再继续放耙子，看有没有微动。然后我们现在放3只耙子，速度不够再继续放带流板。你为什么要再拉回来一次？因为这个是可以控制速度，所以你太长它跑太快不行，所以我们短一点会比较对比较慢。对，我们要放平均，船才不会斜。对，然后平的上去。所以反正等于变成等下船平均以后，现在船刚刚原本是这样开嘛，对，然后等下变成横的，对，这样带流板。我们这种渔法它是横着抓，这个跟那个车子的油门一样。现在如果说你速度嫌不够的话，你再给它油门再吹一下，所以就是放长一点嘛。不是，它的绑法是偏向一边，它就好像扇形一样。对，所以它越是扇形的话，它的拉力越小。对，所以这条是蓝色主绳，白色是副绳。我们要让它拉力大的话，就控制副绳，把它正面吃水。对，吃水越多，它的速度越快。对，你拉这一条，把它卷一圈，卷到这个边，就是这里下面。对，卷一圈，蛮重，小心点，我想弄到手，也蛮重的，不要水，你得。要抵挡那个水流了，对，要抵挡那个水流，所以卷越多它会越正嘛，它速度就越快嘛。对，它已经把我们的船拉成平行的概念。对啊，很明显哦。将船的位置和速度调整妥当之后，听大哥说还有最重要的步骤要去确认，而且竟然是要靠耳朵去听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？你现在我们不要看旁边的目标，你听竹竿。听竹竿哦，听竹竿，它会有一种沙沙沙的声音，一点点微微的，然后表示说我们有在动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放耙子。有你把耳朵贴紧，然后手不要摸，就贴紧就好。对。它会有一个有沙子的，对，有刮痧，它就是刮一下起来一下，刮一下起来一下那个声音，刮痧的声音啊，好有趣哦，越慢越好。越慢越好，对，速度越慢越好。有方式不好。我们有5只耙子全部都放，全下。对，全部梭哈。一个人用也太累了吧？对啊，大哥，现在这个耙子，因为感觉它好像是没有刮一下起来一下，刮一下起来一下，这样是 OK 的。他现在在赚钱了啊！现在在赚钱。对啊，现在在赚钱了。赚钱了是不是？让他自己赚。对，他已经在赚钱了，他已经在帮你赚钱了。所以它这个其实潮水很重要，不是等它涨潮或满潮到底，是它正在涨或正在退的时候。你看河面上都是鱼在跳，为什么？乌鱼，那个是乌鱼啊！乌鱼哦，好多，好多！原来这边鱼会跳，鱼都会跳，抓，代表关键。淡水河现在这边里面的环境，河水环境算是好的，对，算是。水质是比较好的，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。而且刚刚还看到水母，而且很多对，还有小水母。不要说你们吃惊，连我都不敢相信，野生乌鱼跳的景象活生生在淡水河上演，更让我们对于淡水河河口的环境认知有了180度的大翻转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
它的口朝着水对被水流顶流就对了。对，要面对流，让那个流水把那个文蛤带进去。对，泥土对，慢慢180度拉，转成180度，它已经变成面向水流了，然后慢慢拉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文蛤是在那个耙子那边？有哎。有没有？那它那个已经有些掉到里面去了。对，让一颗一颗的。哦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欢迎小刚跟阿伦你们来当淡水河的志工，因为你看我都把垃圾捡起来。好。你看我整个船都是里面的垃圾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的报纸都是都当义工，帮他清干净，然后再回报给你。是，没错。这毕竟自己工作的场域啊。对呀。哇，很大哎！拿起来，好重哦！哇，没有想象是那么，很重哎！人家顶出去。没有，哇，很辛苦的啦。很重哦！你看刚才大哥拉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很重哎！泥巴跟尤其水流啊，可是它会一直往后，这样子哦。对。现在越拉越轻。在最底部的时候，那个流我觉得有十几公斤哦，蛮重的哦。因为重点是那个水一直在跑。有哦，你看是不是很多呢？来喽，中间部快点啊！要记得反转哦。是要往上拉，往上不是翻，往上哦。要翻180，要翻的吗？对，边转边翻，慢慢要180的。对，好，180就停了，就直接上来，直的上来了，蛮重的，是不是？一开始顶流的时候，但越拉会越松，越拉会越松。没怎么办？我现在在顶了。对，你刚说的那个有没有可以感觉它一背一直贴着船？这样的，你丢听啊，再紧。各位观众，这我跟你讲，这跟米一样，粒粒皆辛苦，所有吃要珍惜。真的。好，然后把它放平。对。垃圾捡起来，好，垃圾捡起来。不要忘记我们是垃圾大使。对，有啦，有漂亮，还是有，没看到。好，等一下再把它做分类。不得不说，平常大哥一个人操作也太辛苦了吧！好几10斤的耙子要来回不断的提起、放下，提起又放下。要是遇到气又差一点，更是吃力。大哥说的粒粒皆辛苦，可是一点都没有错哦。我们已经到那个老爷的巢了啊，所以一定会比较重。老爷巢。对啊。你说刚才那个老爷啊，聚集，对，聚集比较多的那个，哇，比较大的，明显重很多。来，小心头，小心哦。哎，真的很多哎，假的。哎，你挖到宝了，吓我一跳，很多哎。哦，垃圾先拿下来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。哦哟，哎，好大哦。小心手，把那个，你看我这样洗哦，有没有？马上就变黑了，因为上面泥巴，然后水流就把泥巴带走。不用这么辛苦，大家整个掉了。这就是专业。对。有没有看到大颗的？好大！看起来是硬的棍子，它其实是软的。对。一顶的时候，瞬间翻身。对。你棍子要往这边丢，丢完之后，一个转，一个翻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你看我这样洗哦，有没有？有。马上就变黑了，因为上面泥巴，然后水流就把泥巴带走。不用这么辛苦，大家这个掉了。这就是专业。对。有没有看到大颗的？好大！哎，有没有？太扯了！哇，好大颗，大家贼！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是野生的哎，太扯了！野生可以长这么大。哎，刚才我们抓到这种已经在说很大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就很大。你看，你拿那颗是大的，比较一下。很扯，我比保特瓶看多，真的很大哎！
哦，保特瓶底部你就知道大小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好，这2颗都已经有3年了，这一颗3年多，这颗3年。哇，你知道怎么看吗？每一颗你都可以拿起来比。像这个超1年半而已。什么？1年半？我给这1年的棒。1年棒，1年棒。对，这是超3年。我跟你讲，它跟树一样的年轮。哦，年轮有没有？年轮呐，纹路有没有？它1年有没有？2年、3年，然后3年。看比较深的这个，长的这个，连续的。对，所以这2颗都已经有3年以上了。是。对，3年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差不多在5颗、4颗、5颗就1台斤了。因为水试所他们有跟日本的教授有在配合，熊本的教授他们也有过来，他们也要，因为当初是日本他们拿来放的，所以他们放嘛，对，所以他们也要跟他们日本的贝类的镉在做 DNA 比对，其实都很亲家了。这个的话，在日本的话，我有问那个教授，1颗折合台币差不多在150左右。哇，1颗啊，好贵哦。外面的话，如果说真的依行情的话，1台斤也要差不多在500块、400-500块左右。1颗也是100左右。这一颗根本就是蛤蜊界中的巨物等级了吧？而到底野生文蛤吃起来和养殖的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堪称蛤蜊达人的新哥，直接在岸上小露一手他自己研发的冠军腌蛤蜊，让我们一饱口福啊！来，你看这边有没有冠军？有冠军呢？哦，哎，好好吃哦！然后这个可以吃哦，里面的配料都可以吃，看看。这是里面所有的配料都可以吃，不是，你吃看看。它这个配料全部都可以吃。哇，好甜哦！那个肉质不会因为这样腌了几天，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吃啊，那个有时候吃整个都烂滑滑，完全不会，而且会很重。对，那个小时候腌的时候很重，应该讲说它有一个超稠皮，然后肉也都烂，这个完全不会哦。它腌了这么多天，跟新煮起来的那个口感咬起来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大哥刚才讲，这什么东西？吃出来了。水梨，不知道了，好好吃哦，有一个香甜味。啊，这也是一个。啊，这凤梨啊，这个都是大哥自己。对，这是新的配方。新的配方就是加水果。难怪刚刚吃的时候它有那种果香味，水果含麦。海鲜就新鲜就原味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蛤蜊，你看它跟这个鸡肉比起来，就跟一模一样吧？这个多大？太大颗了吧？这个在有些餐厅它就是一碗汤里面1颗，对，1颗这样。哇，你看这个厚度，好大颗哦！这个差不多是比50块硬币再大，如何？好甜哦，好甜哦，甜哦！那里面的水分很多，你吃下去，你试试看，它是爆香的那种。野生的真的不一样，真的比较甜。野生它这个咬下去，后面那个爆浆的口感，一咬下去爆浆以后出来全部都是甜味，一点那种臭味或者土味什么完全都没有。从一颗小小的野生蛤蜊就可以看出新哥与大自然共同生活的哲学。只要好好维护我们周遭的环境，大地自然会给予回报。即便是在喧闹嘈杂的大都市里，也有这么一群人学着与大自然和平共处。我真的很喜欢在山上这种生活，毕竟你是山上的孩子。对，因为你只要到山上之后，你的整个时间跟步调会完全跟市区不一样，当然会整个放慢。我们这一次呢是要来体验我们的悠人神鼓，一种对生命、对表演者是算蛮神圣的事情。对，而且尤其对我们这种表演者，对，其实我知道要来体验这悠人神鼓的时候，我是有起鸡皮疙瘩的。表演者的静跟动。然后他们呈现的表演是我们很澎湃，对，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静，非常的稳，我融为一体的表演。我看到他们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因为山上其实是非常安静的地方，是，但他们呈现的乐器是用大鼓去呈现，是那个澎湃的声音跟山上的那种安静，其实是非常反差的，而且他们很独特，他们结合了武术，对，然后打坐，就静心，对，而且我很喜欢他们讲的一句话，就表演者的能量不是往外投射，是往内在去寻找的，从内心。
没想到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，相信有不少人知道，他们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演出就是将打鼓与武术结合。据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不单单只是身体素质的要求，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心理层面与外在的动静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其实我们在上山没有多久，但是有一种与世隔绝、世外桃源的感觉。他给我一种秘境感，对，很以前那种居士有没有？离群所居的那种感觉是一样。你看我们真的从一路上来啊，都是虫鸣鸟叫。师傅在里面，师傅在里面。阿师傅你好，师傅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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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伦，小刚，对，欢迎你们，你好。欢迎你们来到悠人神谷的山上剧场。哇，也是第一次进来，感觉很远离尘嚣的这种是氛围跟宁静感。是，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台北近郊的一个世外桃源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，我们今天的体验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，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我从印度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就跟所有的团员说，我们先打坐，再打鼓，再打拳。因为我觉得打坐是一个核心，它是一个反观跟了解自己的过程，静下心来。原来对于阿丹老师而言，表演者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会多精湛的技巧，而是要先能完完全全的了解自己，如此才能把自我发挥到最佳的状态。只是这对初来乍到的我们，真的有办法掌握吗？沉淀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做武术的动作，会从武术跟击鼓的部分再做一个融合，踢正腿，对，踢旁腿，正面旁边，骗腿。OK， 然后就会有一些像武术常见的马步，蹲马步，对，马步要扎得稳，其实很难的。我看不行了，这个。哎，滑了几下，所以这很大。你会那个，这是双氧水哦，不是白药水跟双氧水一样痛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沉淀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做武术的动作，会从武术跟击鼓的部分再做一个融合，踢正腿，对，踢旁腿，正面旁边，骗腿。OK， 然后就会有一些像武术常见的马步，蹲马步，对，马步要扎得稳，其实很难呢。前脚先往前，1、2、3。我刚才少一步，2、3。我就踢左脚。可以。老师他们做的时候都是，你会看起来感觉外面很轻松，对。但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肌肉都在紧绷的，对。所以那个汗才会啪啪啪的往下流。所以你看其他老师，当然因为天气热会流一点汗，但不会像我们这样跟洗澡一样。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做的很轻松，对。但他们动作点那个胖举点是很到位的，对。我们是从头都是。然后我一直瞄旁边那个动作，我到底对不对？什么叫机器人？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状态，我就是跟着他们的机器人。哇，我们大概只有动作。他为什么会流那么多汗？因为要很专注。对。没错，专注，这是表演中最重要的关键。不但要长时间的专注，还要让观众看不出紧张或是僵硬的感觉。所有的动作和节奏又不能出错，这我们真的做得到吗？要怎么看这个选的标准？要到什么位置是最好？下巴。对，刚刚好哎。那应该是最长的吧？还不够，刚刚好哎。你可以。看起来是硬的棍子，它其实是软的。对，它是藤棍。
它是藤棍啊，藤椅的那种，是藤椅的那个藤，是它不是木棍，木棍打了容易断。表演的时候也是用藤棍，对，所以特别要去找寻，对，要比较去找。那时候没有想说用竹棍吗？竹的弹性也蛮好的。它竹子啊，对，竹子会不会太硬？竹子可能会有一点硬。其实竹子会硬，因为我们打力道其实蛮大的。我们有时候打到后期，这都会，它这个断掉不错，它只是会输掉而已。对，就这样慢慢的输掉。是。如果像以往一般我们试过很多材质，它有的会直接断。所以也不能硬。对，硬碰硬久了真的就会断。尤其天气一干燥，我们曾经在演出，可能去大陆或者比较干燥的地方，一打就断成3节。曾经有这样。演出中断掉，那就在旁边再丢出来。哇，临场反应。是不是就连身经百战的师兄师姐们都能遇上这么囧的状况？虽然我们兄弟俩经过上次武师一战之后，默契急速增加，但这武术击鼓也讲究个人的精气神，真的是一大挑战。用长棍击鼓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是这一段是要打到鼓里面。要打击的时候呢，左手很重要。通常我们都说右手很主动的，对，左右手都要互相的 cover 呼应，互相合作。OK， 好，我先示范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。好，基本动作。对，我们先放在这边，然后就像我们今天练的弓步一样，经过马步到这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基本功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练过的武术。这个换另外一边，这个换边有没有？那今天还有一个基本的动作，记得吗？这样子。那么有这几个基本动作。哇！原来刚才所有动作都融会贯通，对，全部都融在一起。你以为只是热身，然后只是在做一个基本动作的踢啊什么伸展，不是。全部都是最基础的套法。手放松。左手扣。3个基本动作。看似很简单，但好难哦，好难做到行云流水，就是自己会乱，看好像我懂，自己在做的时候身体会忘，会卡，对，身体会卡。打下去只要放松，然后左手扣。先打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4N 要走，4N 5，直接到坏了，对，5N 打到，所以是4N 走，花一拍打到，对，3、4N 5，5N 一起到位，5是脚也到，对，N 敲。好，所以我们待会给拍子、给预备拍的时候，就是5N、6N、7N、8N、1N、2N、3N、4N、5。就是不能急，对。然后最难的是什么吗？是吧？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嘴巴还不能讲出来，1、2，尽量1、2，然后表情管理很帅，但心里是1、2、3、4。先不说这软式鼓棒，我们拿不拿得习惯，打不打得好，光是拿捏打击的时间点就已经让人摸不着头绪了。而且为了此次的挑战，师兄竟然还安排了我们2个人专属的 solo 招式。哇，我说师兄，你会不会对我们太有信心了点？打到16N 1的时候，瞬间翻身，对。
不用数拍子，没有拍子，没有拍，这边没有拍子，对，就是快就对。对，快。然后待会呢，我让你做完这个之后，你棍子要往这边丢，丢完之后，一个转，一个翻，这个时候呢，虽然你在旁边，对，你要抛给他，好，因为他把他的棍子丢掉了，太棒了。所以你要打完之后，对，我教你，打完之后往后收，等他翻完。那个收怎么收？对不起，你不是打完吗？16空，哎，1，往后收，5，跟救我一下。等你打好之后，1，不要收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，顺了，收，很顺。好，等他翻完，变这样，要准备抛给他。好，对，就这样，双手一抓，对，往这边收，手顺势往下滑，马步。15哎，16哎，1。好，老师，我如果他丢给我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收一个棍子这个动作吗？对。我接到以后，你也一个侧翻到前面一点，我们两个都在前面一点，一起集中到前面。对，就我先侧翻嘛，接你的棍以后，你就接一样一个侧翻到前面，然后我刚刚收棍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动作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。还好我们兄弟俩平时都有运动健身的习惯，不然这侧翻要翻得到位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是我话都还没说完，却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。我看不行了，不行。有没有那个剪刀跟那个？滑一下。刚才滑了几下，所以这很大，皮会那个，毕竟好痛啊！正常啊，老师，这是正常的，对，这很正常，对，因为它就是不断的磨，然后你在包过程流血啊什么，它这边整个就会长茧，对，就慢慢它的就会成为你的，这都是钢盔，这是双氧水哦，不是白药水跟双氧水一样痛。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好痛啊！正常啊，老师，这是正常的，对，这很正常，对，因为它就是不断的磨，然后你在包过程流血啊什么，它这边整个就会长茧，对，就慢慢它的就会成为你的，这都是钢盔。这是双氧水哦，不是白药水跟双氧水一样痛。好的，有意识的跟这个痛在一起。对，感受它，活在当下。呼吸。所有的训练，所有的表演都是辛苦付出的。我们这个真的是算小儿科了。你看他们这种身经百战。我们刚刚才几拍？16拍而已。16拍而已。我们这样练，对啊，他们是每天呢，练习了这么久，最后跟着师兄师姐们，好不好？一起表演一小段，就是能够加入这个幽人神谷的这一段的表演，我们会尽力完成，好不好？我在想，等一下是哪个动作？好，所以我还是要很冷静，保持冷静，像打坐一样。但是地方放枪，拍子也不太稳，然后动作也袅袅的，让我们完成。是老师，哇，谢谢老师，非常好。
这么短这10天当中，把这16拍学完。谢谢老师，精气神不足，只剩下那个勇气还可嘉。要可能再练久一点，才可以真的融汇到那个鼓跟表演里。对。虽然这次的演出挑战跟师兄师姐们还有一大段的距离，但最重要的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，所有表演者舞台前的从容不迫，其实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，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。没错，而且有机会来山上剧场挑战优人神果的演出，也让我们了解到，就算表演工作，也能接近山林，和大自然合而为一。就像各行各业一样，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。